饒慶鈴哦，那是要處分他哈，因為呢，這次大陸的這海峽論壇哈，去年是不准中央官員去，今年說地方的首長也不能去哦。那饒慶鈴不能去，但是呢，台東的這個世家想派到大陸去啊，所以他就有一個錄影。其實錄影真的沒什麼了不起啦，常常有錄影這種事情嘛，錄影就怎麼不能去送個錄影？那現在說不行，說因為呢，這個海峽論壇是一個統戰的一個活動，所以你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就是發個錄影啊等等，也是配合他統戰哦，所以要處分。但是因為我怎麼看也看不到什麼法條可以處分一個錄影啊哈。好，那麼陸委會的主委邱誠正說，會依兩岸條例了解查處啊。那另外呢，盧秀燕說這是傷害農民，因為你其實不是傷害這個饒慶鈴了，你處分他其實就是傷害農民嘛，傷害台東嘛，人民你傷害農民，而且傷害人民，你於心何忍？你何必呢？哦，你不准去，其實就已經過頭了。現在錄個影還要處分他，哦，你是什麼意思？哦，你封殺了海峽論壇，就是傷害農民哦，而且呢傷害人民啊。那另外呢，國台辦說，這叫綠色恐怖哦，說民進黨實事不幹，壞事幹絕哦，為什麼要去查處饒慶鈴？我們辦個活動，他也不過來祝賀一下而已啊啊。那另外饒慶鈴呢，今天接受這個王淺秋在中廣的訪問的時候說，他說中央一定不希望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嘛，所以換句話說，那你就要幫助農民去分散市場。農民怎麼去開拓市場很難，你要政府，你不是有外貿協會，有什麼一大堆亂七八糟這些機構，你來協助啊，對不對？你如果認為我們不該銷大陸，那你幫我們銷日本嘛，你幫我們銷美國嘛，你幫我們銷別的地方嘛，哦，那目前這個鳳梨世家外銷中國比例是95到97%，幾乎都到大陸去了。雖然最近也想辦法到新加坡，但是出口量連1%都不到啊，所以短期很難取代中國市場嘛。哦，既然95%都在中國大陸，那是客戶在哪裡，你就要去那邊開拓市場嘛。哦，所以呢，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佔了最主要的市场，這是一個現實啊，對不對？所以你不現實就是在傷害農民嘛，對不對？你不是傷害我饒慶鈴，你傷害我饒慶鈴算什麼？你傷害農民嘛。哦，那邱誠正說，這個大陸是用政治前提對台灣統戰，所以要防止農民陷入養套殺。昨天我這邊也講，農民自己會判斷，他農民會那麼笨？都不會判斷，對不对？已經就好吧，以前好像因為以前大陸是睜一眼閉一眼隨便，現在他來說我要嚴格執法了，按照法律來執行了，哦，很多就什麼受不了了哦。然後那現在農民也知道了嘛。今天如果農民要外銷到大陸，他不會想到說，哎，第一個我把標準弄嚴格一點，不要有什麼蟲啊在裡面哈。第二個他也會想啊，他也能夠分散市場，他也希望分散市場啊，對不對？那你外銷到日本就沒有這個問題嗎？如果抓住你一批東西有什麼他不合他規定的，全部給你退運了，對不對？到美國外銷到美國就沒有問題嗎？很多有問題的，那怎麼樣？那商人都不外銷了，他自己要做一个風險的控管嘛。你想這個道理，今天我如果要賣東西，我一定要做風險的控管嘛。所以呢，說怕農民養套殺哦，是要注意了。但是你說農民就通通不注意，我也不相信啊。那這個饒慶鈴接受王淺秋的訪問說呢，這個。為什麼他還肯定中央哦？他今天接受訪問的時候還沒有罵中央，說中央這個不像我們這邊不對，那個害農民，他都沒有哦。他還說肯定中央的部分作為哦。然後呢，他還講很多地方中央跟地方是要合作的，是要溝通的等等，這很客氣的啦啊，已經算是很客氣的。如果是我的話，你這樣搞我，跟你翻了，你這樣，你處分我，你做我什麼？而且我也不連任了，你把我怎樣？對不對？你越罵我，搞不好我下次選立委分這個票越高。而且你真是一個很客氣的人了哈。那另外呢，這個陸委會說預算被砍，還去裝潢哦，說花了這個98萬蓋新的會議室哦，被王鴻薇質詢，他也認了，說是，我們看一下。市場真的95、96、97，你怎麼放棄？真的世家不分藍綠，鳳梨世家不分藍綠，沒辦法出席海峽論壇行銷農產品。饒慶鈴再向中央喊話：我不會去做不是地方政府該做的事，中央地方應該要合作去把通路打開，而不是打壓啦。我覺得那個很可惜。卻因為陸委會下令禁止中央官員跟地方縣市首長參加，山不轉路轉，饒慶鈴用自錄影片隔空出席宣傳農產品，沒想到有不具名的官員放話，涉及配合中共統戰，後續將交由主管機關查處。我很坦然呢，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為的是什麼事情？特別針對我這一次到海峽論壇去說明品質提升的問題的話，我認為封殺我沒有任何意義。才剛結束歐洲訪問的台中市長盧秀燕也替饒慶鈴跟總統喊話：其他人大家願意幫忙，紛紛出訪的時候，總統應該心存感激，應該要鼓勵，應該要拜託他們，而不是封殺他們。但陸委會態度堅決，就是要嚴查，更提到饒慶鈴已經不是首次違規，已經有一次違規。那這一次我們會以兩岸關係條例33條之一的相關規定會請主管機關內政部進行了解跟行政查處。我們還沒有說他違法。然後縣長這個案子，因為有人檢舉，那我們會請內政部相關的主管機關針對有沒有違反兩岸條例33條之一。這樣的做法是恐嚇兩岸。沒有，我們是了解。饒慶鈴的擦邊球已經踩到陸委會紅線，原來不具名官員的放話不是風向球，而是預告在先。邱垂正說，他先前去的時候已經改過行程，所以違規一次，見得宋濤。我就是蠻無聊的。我覺得我們這個陸委會真是無聊。你去大陸要先報，你預備幹嘛都不能改。行程會變的嘛，有可能會改變。另外，大陸人來台灣也不能改哦。是哦，他們什麼規定？你是集權國家啊。對你情況會變，比如說我舉個例，我自己例子好了。很多年以前那個時候我還是立委吧，應該還是立委，我現在忘了是不是了。那去北京看奧運，我本來只是看個奧運嘛。陳雲林突然叫他們的局長知道我去了，打電話來說能不能跟我們陳雲林陳主任見個面？那是臨時，我沒有預備要見他，但是他臨時，你說好意思不見嗎？那就見面不會怎樣啊，對不對？我也不會少一塊肉，他也不會多一塊肉，反正交換點意見就是了嘛。這一樣的嘛，這可能原來他的信是沒有宋濤，如果有他一定會寫嘛。對。那臨時宋濤知道說，來談一談啊，台東的私家怎樣？那你說我不去見，這也不行，這叫違規，這不是很無聊嗎？無聊，這不是很你這不是無聊透頂，就是這個樣子。我對這個事已經很不滿很久了。知道很多大陸人來談，我說要不要幹？沒有，我們沒有說要跟你吃個飯的，不請我吃飯不行。這是什麼啊？你嚴到這種地步，對，這不是很奇怪嗎？真的很奇怪嗎？對不對？來，這本來就是很奇怪，而且我要真的要問啊，邱垂正，你當初在金門大學的時候，任教的時候当助理教授，你去了海峽論壇幾次？你去了幾次？你去了那麼多次的狀況之下，你也清楚海峽論壇，就像你說的，那就是一個大拜拜，好不好？我們講難聽點，就是大拜拜。大拜拜就彼此透過很多的議題來交流，會被統戰嗎？會不會因此這樣子你就整個思維就被大陸給完全鉗制了嗎？你自己親身經歷過，你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怎麼當了陸委會主委？這個本來就是因為能夠促進兩岸更多的一個交流，反而是用這個方法，而且你所提出的33之一這樣子一個條款，對不起，那是叫做政治性合作。饒慶鈴的影片都已經公告給大家，裡面所提到都是農產品，都是提到農產品，而且它的鳳梨世家，說實在的，因為台灣很多的世家，那鳳梨世家很多人其實在台灣賣的並沒有那麼好，可是中國大陸就是非常多，所以才為什麼95%、97%就往那邊去銷，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是在講農產品，跟你條文裡面所提到的政治性的合作完全是不搭嘎，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你有點矯枉過正。那在矯枉過正之下面，我們的農民現在已經非常的辛苦了。對我們來說的話，不管是漁業或農業，農民他們從過去到現在，以前銷路的很好，突然之間被一些很嚴格的一個限制，可能是因為彼此政治的關係，他們也很清楚隨時會被阻斷，所以他們在做這個成本預估的時候，五金的他跟談某幾億的怎樣被安哪走，這個是每個在做生意的人本來就是了。所以你為什麼都還沒有事情發生之前就已經阻斷農民未來可能會被養套殺？那你從來沒有問過說，你如果不幫他開闢這一條線的話，那你其他日本有沒有辦法？日本線是開通了，巴黎線也是開通了，但是他們那個產能產值跟銷往中國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很大的一個落差？所以我只能說，陸委會你現在拿不出一條法條，錄影他都已經遵守你的決議，沒有人到大陸去，然後呢，你又不准他放一個影片在那上面，這個東西對大家來說哈，都會讓農民覺得他們是受到傷害，而且對饒慶鈴來說真的是太過分了。
好，先講哈，因為其實邱正主委剛好提到了哈，因為這個受到檢舉的案件，其實我們民意代表都很怕檢舉案件了，很多事情是不告不理啦。一有人檢舉之後，他只好拿出33條之一來講哈。那當然也是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海峽論壇，它是由中央對台的這個辦公室哈來指導的一個活動，所以它本身當然政治性的意味是很高。那事實上，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我想台灣的農業界也很熟悉，就是整個跟中國交流的過程。當然一開始有很大市場的時候，的確對農民是很大的幫助。但我覺得一直在講鳳梨世家這件事情很特別的原因，是因為在經過這麼多來來回回的這個交戰之後，其實這個品項一直還是很受到大陸市場的歡迎了哈。所以我想勞縣長願意去花一點力氣去犯這個風險哈，來維持農民的生計，其實我這一點還是我是比較認同。但不過還是一樣，就是說，畢竟這個東西為什麼你說它在日本市場、在新加坡市場是開拓不了的原因，還是因為它的消費的習慣，大家就不喜歡這個東西的時候，你很難硬要銷它過去。所以剛剛提到說，趙大哥提到講說，如果這個東西真的是說，農民自己會去評估的話，事實上。我說實在，以前中國開始採購之前，也沒有這麼多種植的面積，它完全現在就是為了中國市場而去種植的這個牛奶世家的話，假設我們預期來這個風險的話，還是要提醒大家有這樣的情形。那我覺得相信這件事情在後面了哈，因為實際上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過去一段時間，事實上說。你說兩岸交流完全停止，其實也沒有。像包含我們過年這個在花火，就是在這個元宵的時候，其實很多中國團體也有來台灣表演。那包含剛剛董大哥有講哈，這個馬英九辦公室也有團隊，那時候也是我們陸委會都同意的。好，所以為什麼要去嚴守這個交流的這個規範的原因，是因為即便我們去，其實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會被約制了哈。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互相的這個基礎上來談這個話，我覺得會比較公平一點。那畢竟大家都是法治國家。規定在那邊，我們還是不能把它完全忽略掉。我補充一點啊，這個我碰到去年吧，我碰到一個大陸的這個台辦級官員，他是語重心長跟我講一句話，他說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做他們20-30年在做的事。基本上你去其他地方要管制，你見了誰要報告，然後跟誰講的話就是要去一五一十的去呈報，再來不能夠超出你在行程表以外的事情。沒錯。所以中國大陸人現在很感慨。當他們以為在台灣包括是在法治上面，或在個人的自由度上面，他們絕對走在大陸前面。他們也羨慕我們有這樣的環境，而且大陸的就算這些台辦搞清也很清楚，這過去那些所謂的統戰手段也產生不了任何作用嘛。如果產生任何作用，民進黨也不會執政啊。所以我覺得在這部分，民進黨真的對我們台灣的朋友們，對我們台灣的民眾有點信心好不好？誰會因為我多賣一點世家，而且我就認同中國大陸呢？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其實蠻侮辱台灣人的。我就說兩岸了哈，當然它比你大很多，它14億人，你2000多萬人，它的這個外銷去年的順差就超過1兆美元哦，我們沒有那麼多，是它大嘛？但是我們2300人，也有台灣今天的成就是不容易的啊。對啊，我們自己要覺得我們也蠻自豪的。那我們在很多地方。有些地方你輸他，效率你輸他，他專制當然效率高嘛。他習近平一聲令下，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不可能嘛，立法要刪讀什麼亂七八糟一大堆，對不對？但是我們有我們的長處啊，你要顯現你的長處嘛。就像是剛剛講的，你把人家20-30年以前那個綁拿到這邊綁，你綁什麼東西呢？對不對？在這個時候你要顯示你的大度嘛，你的民主、你的自由、你的有信心啊，很重要。你對你的人民有信心，你对你的立委有信心，你对你的這個團體有信心。這個很重要，讓他一看說哇，台灣出來人就不一樣哦。要這樣啊，你這個才是顯示你制度的優良。只要你這個也怕，那個也怕，這個也不如人，那個也這個不如人也就罷了，那個比人家好的你也怕，那到時候你怎麼顯示你的優越性呢？我自己有時候真的不解。休息一下再回來。好，美國商會每年都會發表一個白皮書了哈。其實這幾年呢，每年都在講能源了，他們非常關心能源哈。特別呢，在這裡面也特別強調說需要能源的路徑圖。他不管你是不是核電什麼，他不管這麼多，但是電要夠啊，韌性要夠啊，要穩定啊，要確定啊。他們最怕不確定，做生意其實最怕不確定。哦，如果一做生意一投資下去，可能就10年、20年、30年。如果不確定，你3-5年就給我變了，那我是投資還是不投資呢？我敢做一個長期投資嗎？哦，所以他們一直覺得這個電的韌性非常重要哦，而且呢，認為電價必須要合理哦，而且要確保 AI 產業的競爭力。他們說到2028年，今年2026，說台灣的 AI 會蓬勃發展，
需要電力會大幅增加啊。那到了，但是國發會一直講說2032年都無虞，電力無虞，我就不懂了，他怎麼個無虞法哈？那另外呢，這個美國商會說，能源的問題它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國安問題嘛，真的是，到時候你沒有電了，你這個國家安全怎麼辦啊？那另外呢，他們關切啊能源、關稅、產業，他們看好無人機的領域，希望能夠變成一個下一個中美台美合作的一個引擎了啊。那麼另外呢，路透社怎麼會路透社說呢？哈，奇怪了，這應該中央社說嘛。台電大虧，哦，中華郵政呢用中華郵政的存款3000億給他救火，中華郵政的錢怎麼可以給他呢？這可以這樣子嗎？哎，中華郵政存款会不會緊張？我存的錢怎麼給台電去虧損呢？哦，因為電價一直凍漲嘛，成本一直高嘛。剛剛智恩不是講嗎？你現在要經過荷爾木茲海峽，一個船多10億啊，成本啊，所以呢，它撐不住了，累計虧損3600億。台電呢，累計虧損3600億。原來台電是有個公式的哦，到什麼地步這個電價就要漲，那是聯合國當時就規定一下，他也就知道政治會影響，所以人家都規定好，但是沒有辦法，我們現在政治影響這個台電電價，所以呢，說要比照中油模式書，換句話，中油也很慘哦。那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中華郵政很多人去存款，很多人存在郵局裡面了，所以這個錢拿來救火哦，讓這個台電呢能夠他虧怎麼辦呢？哦，要補啊哦。經濟部長證實說呢，為什麼說要去買能源來確保供電？那這個郵政董事長很緊張啊，你們到時候如果擠兌把全都領走，轉到別的地方怎麼辦？他說我們不是直接借台電，我們是。不是很多定存存在這個定存在中華電郵政嘛？對，他把這個定存呢就存到8大銀行，在郵局的存款存到8大銀行，然後8大銀行再放款給台電，看起來是這個意思。對哦，銀行放給台電嘛，那這個中華郵政的錢存到八大行庫，這樣不是一樣的意思嗎？哦，轉個手而已嘛。哦，那所以現在就是說。就算砸3000億，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台電的問題啊，變成一個無底洞啊！哦，所以在野立委就是說，拿國家的資源、人民的納稅錢去填這個坑哦，不管是國民黨的林德福啊、民眾黨的陳慶龍都這樣說了哈。好，我們看看蔡英文什麼時候當選的？2016哦，當年還有盈餘396億哦，然後接着還有盈餘，接着就虧，哎，到了2019有一點盈餘。然後接着虧，去年有一點盈餘，然後呢再虧，一直虧下來，哦，所以基本上累積到現在3619億的虧損，哦，雖然有特別預算給他500億，總預算又給他1500億，總預算再給他1000億，還是不夠，哦，所以變成動到中華郵政的這個上面去了哈，那人家台塑就節能啊，哦，所以呢這個已經節能了35%，哦。所以台塑高層說，你不要完全排除核能了，核能其實非常重要的啊，只是安全當然要顧慮，核廢料要顧慮哦。但是呢，新的技術現在很多的新的技術也要引進，但是你不能完全排除。它到底，我覺得核能要占20%，我一直認為占20%，不能全部都是。像法國占76%，但你通通沒有，現在是0，也是大問題啊。但是呢，以前都要靠綠能嘛，像這個深威能源哦。深威能源呢，就是第一檔綠能股，原來呢19萬一張，現在變成3300塊，32000個人逃不掉，哦，馬上要下市了，真的，一股3塊多，不是變壁紙一樣嗎？哦，所以當時那麼抱着期望，說哇，這個風力發電哦，太陽能發電了不起啊，好啊，在海邊啊，用海風啊，這個等等，所以今天搞成這個樣子哈。那所以呢，也問了說，到底有沒有跨世代藍圖？現在一世代，到底未來在什麼地方？我們看一下。實在是不曉得怎麼問你，叫分子分母都在變動當中，那你乾脆寫90%好了，好不好？緊追今年綠電佔比能否超過去年的13%？因為當初蔡政府設的目標是2025年要達到20%，但經濟部給出的答案能確定今年再度跳票。我們這個綠電的確是在增加當中。那剛剛同仁講說，初估應該可以超過15了。
台電收購綠電成本高昂，光每度就要4.9元，再加天然氣價格飆漲，累計3600億的虧損，恐怕持續擴大。外媒路透社報道，經濟部打算複製中油模式，協調8大公股銀行運用中華郵政的轉存款，提供台電3000億的專案融資，貸款上限3年，利率約1.85%。那融資3000也沒有在我們的預算書裡面，中華郵政的3000億哪裡來？是不是你們的3000億其實是用戶的存款？我們純粹就是一個定存戶啊，然後融資貸款啊，包括利息，包括有沒有產生問題，都是銀行跟中油或台電的事這樣。但在野黨也批評，過去台電靠追加預算或撥補彌補虧損，這回把歪腦筋動到找銀行融資，顯然是想避開國會監督。但是資金上的需求主要還是在這個短期融通的部分，因為它需要很大量的資金做能源的一些採購，它只是一個這個業務上的這個周轉性的資金，它不是一個結構性的一些資金上的一些需求。台灣的能源結構沒改變，不論是靠撥補還是融資，台電虧損終究還是無底洞。邱總，大家可以看到哈，台電這幾年的虧損累累已經到了匪夷所思了。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樣3600億之外，先前疫情期間給他500億，13年的預算給他1000億，14年又給他1000億，現在15年不給了，不給他就想方設法從8大行庫跟中華郵政這邊聯手，所以他其實都已經說穿了，我們講了數十年了，就是我們的能源政策是錯誤的啊。那大家看到這種情況，其實到現在為什麼會被打破？說核2、核3要重啟，因為我們用電的需求已經在國際上人家已經提出這樣懇切的要求。它不是美國商會，美國商會這20年來，我印象中他每年都提，就說你知道用核電。過去要你用核電，你不理他，現在講這些都沒用。現在黃仁勳說我要來這邊設廠 AI， 賴清德聽進去了。賴清德現在做的這些，不是我們過去一直拜托他趕快做。那今天台灣變成又繞一個圈子，就好像我們剛剛在講兩岸，對不對？那些中共的官員說，你們台灣現在的兩岸政策就在做我們20年前做的事情，我們現在已經放棄了。他的情況是一樣的，為什麼要這樣周而復始呢？其實黃仁勳講得很清楚啦，我們 AI 就是靠算力的，算數的算嘛。我們算力就是靠電力，沒有電力就沒有 AI 啦，就這麼簡單啦。這在全世界來講是一個普通常識，可是在台灣，因為它有一個神主牌。那今天我們其實很願意說賴清德來重新審視核電。核電這些年來，它對台灣經濟的貢獻不用講嘛。核電廠就是我們過去的10大建設，蔣經國的10大建設嘛。那今天政府你要正視的，就是說你已經有一個政策，把台灣老百姓害慘了，對不對？今天害慘了。好，那我們可以看到，你所謂的要替代能源核電的這個利能、風電跟光電，現在光電在台灣幾乎做不下去了。光電我們有2部分，一個一般人的屋頂。一個就是我們良田宜溫，還有那些山頭，那個已經做不下去了嘛？哪一個地方政府敢核准呢？那所以你整個光電都已經完了。那現在你的風電大家看到郭台銘弟弟郭台強的這家公司，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深威，這個已經因為響應政府的政策，那現在變成下市，你知道他虧了多少嗎？300多億，那還得了，對不對？所以所有的整個過去。你用來要取代沒有核電以後的利能，這個已經做不下去，因為這些東西是不穩定的。今天所有科技大廠要來台灣投資，第一個我就是要穩定，所以你要告訴我路線，我不管你要用什麼，你要告訴我路線，所有東西我要很穩定，我1秒鐘都不能停電。簡單講就是這樣啊。那今天政府可以正視這個，我們可以肯定，可是你要給我們一個真正很完整，我們不會斷電的。今天，你老百姓斷電，大家就嘴上罵一罵。你這些科技大廠，它能夠斷電嗎？它東西做到一半斷電，它要報廢，你怎麼去賠償啊？他以後怎麼敢來啊？所以我覺得說，能源政策講這麼久了，民進黨很多人其實應該反省，從過去，大家所有的反核四公投什麼東西，現在全世界都已經認定了，核電就是一個穩定的利能。
你如果不往這個方向去思考去做的話，台灣注定要失敗。休息一下再回來。